大家心心念念的熊哥终于回来了。在离开农庄这些日子里，你是否还记得熊哥白手起家的野外农场，而熊嫂接管的农场现在又有怎么样的变化呢？所有的野猪全被放了出来，第3只即将分娩的雌性野猪也进行了提前的单独圈养，而一次性2头野猪前后的生产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又将会给农庄带来多少只的野猪幼崽呢？新一天的来临，售卖完杂交2代小花猪的熊哥去了一趟集市，他购买了一些相关的生活用品。来福一直陪伴着自己，在这山林中度过了1年多的时间，在熊哥的心里，他早已成为了家人。这是专门为他购买的面包，贴心的奶油夹心是熊哥特意为他准备的，当然还有一些打包回来的剩菜剩饭，里面骨头的数量很多。近200多只的鸡群经过这段时间的饲养，已快要接近了成年的个体，这全部都得益于熊哥特别准备的粮食。成年的鸡群喂食玉米，而它们则是吃着带壳的大米。野猪群的吼叫声再次响起，这提醒着熊哥又该进行猪食的制作了。前几天售卖芋头所切割下来的汁液，它们的营养价值与口感都要比香蕉树更好，依然还是尽量的切成小段，和玉米粉的大火蒸煮，可以完全的激发出液晶体内所蕴含的营养。30多分钟的熬制，1大桶的猪食再次的完成，猪群急躁的脚步已经迫不及待了。4只最小的野猪幼崽也已断奶成功，可以共同的进食，不过它们依然需要等待。幼小的身躯无法支撑它们和这些大家伙抢食，当然也同样的无需担心，4个小家伙只要进食，食槽中剩下的那些就足以吃饱了。已单独圈养起来，即将分娩的野猪妈妈状态调整得很好，单独的开设小灶已经让她储存了足够的体力。10兄妹的开餐今天是最后进行的，它们匀称的体型与个头几乎相近，这足以说明每一只都进食良好。所有的牲畜喂食都已结束，剩余下的时间，熊哥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不过对于熊哥来说，能够为自己做上一顿美食，那就是最好的休息了。这是丛林中完全野生的山药根，一种纯天然的香料，熊哥就将用它来为自己做上一顿最为正宗的荒野烤肉。准备好干燥的柴火，最美味的烤肉无疑不是用木柴进行烤制的，柴火的烧制还需要一些时间，趁此来将香料处理好。这种山药根很是坚硬，要先将其切成薄片，然后再进行细致的捣揣，直至其完全的成为碎末。一块正宗的肋条肉，当然还是从王寡妇那购买的，因为每次她都会给熊哥很大的优惠。来上点盐，再尽数的搅拌开，持续数十分钟的马杀鸡可以让肉排完全的入味，这也是决定了烤制成熟后是否美味的关键。此时木炭的烧制已基本成型，用红砖围搭出刚好的大小，放上烤架，一整块的猪排直接丢到上方，仅只是5分钟，背部的猪皮就已完全的烤制定型，并且成色刚好。再次的翻到正面，熊哥还要为猪排增添上另外一种秘制的配方，浓稠的野蜂蜂蜜，将其一点点的蘸刷到表面，不但可以增加爽脆的口感，并且味道还会十分的香甜。1个多小时的烤制，几乎所有的油脂都已被蒸发，焦香酥脆的外皮看上去已经可以食用了，一块一块的切割成长条，再一点点的擀成肉片，肥瘦相间，甜而不腻，这才是最为正宗的荒野烤肉。给来福也来上一些，熊哥不会独享如此的美食。随着阳光再次的冲破云层，熊哥已迎来了全新的一天。来到山林之中，他要劈砍上一根粗度足够的毛竹，这是自己为鸡群打造食槽的材料。因为不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大小来说，它们都已进入了可以使用食槽的阶段，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尽量的减少粮食的浪费。再次的回到农庄，如此的长度和维度已经足够。当然，鸡食槽的制作相对要容易上许多，只需在同一侧的位置上切割掉1片即可，最后再将竹节贯通底部，再安装上用于固定的树干，如此一个可供所有鸡群进食的食槽就已完成。劈砍来一整棵的鲜嫩香蕉树，鸡群已到了可以进食粗质植物纤维的时候，尽量的切碎，太大的块头不利于它们的进食和消化，全部的倒入盆中来，上点玉米粉改善口感，以及让营养均衡，持续的搅拌直至彻底的融合，顺着食槽一点点的倒入，这些足够它们吃上1整天的时间，并且自己的喂食成本又一次的得到了降低。等到它们完全的长成，农庄的收入就可进一步的增加。熊哥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又到了照顾野猪群的时候。由于另外一头怀有身孕的野猪也即将要分娩，熊哥决定要将10兄妹的猪圈进行征用，将它们全部的放出，他们会和其他的猪群共同的生活一段时间。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将会增多，不过同样相互交流的机会也一样会得到增多。现在猪圈的数量已经明显不够用了，自己很可能将会在最近重新的扩大猪圈的规模和数量，因为2只怀有身孕的母猪妈妈将会相继的生产。从今天开始，这个猪圈就是他要待产的专用产房了。
而熊哥也会对其进行额外的加餐和更加细心的照料。然而这两头野猪妈妈又究竟会给农庄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你永远都猜不到越南的香蕉能有多便宜，而这近乎于纯野生的大公鸡又究竟是多少钱一只呢？新一天的来临，土风已将农庄中的这节竹筒当成了自己的巢穴。阳光晴朗的天气，前段时间自己采割的香蕉串已经成熟，不过貌似来福好像并不喜欢吃，但它确实可以给野猪群补充相应的营养。熊哥每一次来到笼中，这群小家伙都会紧紧地围绕在他的身边，香甜的味道已经勾起了他们的食欲，软糯的口感，每一头野猪看上去都很喜欢。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至少每一只都能吃上个3、4个。然而野猪群总是因为抢食的问题爆发冲突，熊哥更加坚定了要重新扩建猪圈的想法，保不准哪一天冲突升级，成年的野猪将幼崽咬死，那样自己就将面临至少300万越南盾的亏损。单独圈养起来的野猪妈妈看起来状态一直都很不错，熊哥也将剩余下的香蕉给了他品尝。不过对于还未断奶的4只野猪幼崽来说，他们就没有机会能够吃到香甜的香蕉了，只能是啃食残留下的香蕉精，以达到解馋的效果。单独圈养的猪圈里已经堆积了太多的猪粪，为了能够让野猪妈妈拥有较好的分娩环境，熊哥需要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用水管仔细的清洗干净坚硬的地方，还要用刷子反复的摩擦。野猪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熊哥再次的查看，以确保分娩时间的准确。第2只的野猪妈妈也是同样，从双排扣的情况来看，它们很可能就会在几天内同时的生产。熊哥现在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了，疯狂的吸食着奶水。现在的这个阶段对于野猪妈妈来说会比较的痛，因为这样体型的幼崽太老实，它们总是会边吃边滚。搜集一下完全干燥的香蕉叶，先将其分别的放入到2只野猪妈妈的产房中。看到适合打造巢穴的材料，野猪妈妈已经开始了行动，她在努力的将枯叶调整到最舒适的位置。然而就在自己还在和野猪群沟通感情之时，一位年老的村花访客却到了自己的农庄之中。熊哥喊住了他，原来他是想来自己的农庄中购买上2只土鸡的，并且貌似老村花对自己的香蕉串也很感兴趣。熊哥用食物将散落于各个角落的鸡群召回，这样可以让老村花更好的筛选。不过由于早晨已经喂食过鸡群，大部分成年的个体都已去到森林中自由的觅食了，在眼前的只有这几只。老村花看上了眼前的这2只体型硕大的公鸡，并且每一只都有着超过10斤的重量。熊哥抓了一只，让老村花好好的确定一下。他决定了，他要将这2只全部的埋下，将鸡爪捆扎好，这样可以防止在运输的途中发生意外。还有这2串已经自然成熟的香蕉，老村花也要一并的带上，并且为了让老村花能够方便的将公鸡和香蕉带下山，熊哥又无偿赠送了一个编织的鸡笼，如此便可以让老村花方便且安全的返回了。款待上一杯简单的茶水，老村花要结账了。熊哥也在和他核算着自己养殖所需的成本。最后2只近乎于完全野生的公鸡，熊哥收取了他50万的越南盾，而对于2串香蕉来说，熊哥则是以5000一串的价格半卖半送。那么你知道5000的越南盾等于多少人民币吗？最为雄壮的野猪妈妈诞生下了8只野猪幼崽，经过1个晚上的成长，它们已可以独立行走。而这第2只的雌性野猪也将会在今晚分娩下属于自己的孩子。农庄的野猪饲养即将迎来空前的规模与数量。新一天的来临，农庄的母鸡又再次的孵化出了一窝小鸡仔，已经出生了10天之久的野猪幼崽也在贪婪的吮吸着野猪妈妈的乳汁，它们的体型也比刚刚出生的时候大了1圈。拿出铁丝，今天的熊哥要为日后的可持续发展而继续的努力，截取上小段，自己要手工的打造出一个铁钩，它将会是今天要完成工作的工具。再次向着丛林的深处进发，小黑也是兴奋地跟随在熊哥的身旁。一窝白蚁巢穴，这说不定会是以后自己可以利用到的资源。炎热的天气让小黑钻入到了溪流中，享受着清凉。当然熊哥也是会耐心地待在旁边等待，毕竟在这山林中，除了偶尔回来的熊嫂，可能也就只有他能够陪伴在自己的左右。继续的出发，小黑总是不会离开自己太远。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就是熊哥今天的目的地。自己要寻找上一些适合的毛竹来进行重新的栽种，如此才能在以后收获到足够多的竹笋，并持续的维护着这片山林的生态。先劈砍上一根较细的毛竹来作为延伸的支撑，熊哥要利用它来制作一根方便于高空作业的工具。然而之所以要选择自己制作，那还是因为这样要比购买新的要便宜上很多。紧接着熊哥再将自己所制作出的铁钩紧紧地安装在枝头，胶条的连续捆绑，
务必要保证十足的结实，才能让其正常的使用。而想要人工的栽种并繁殖新的苗株，这样的秧苗却只能是从高处的枝头才能获得。当然，并不是随便的一棵旁枝就可用于栽种，它必须拥有生长出了一部分根系的，才会符合要求。虽然这项工作看上去并不难，但是在如此炎热的气温中，需要不停地托举起这样长度的竹竿，并用力地将其切割掉，却也并不容易。趁着休息的间隙，先将包裹在外层的枯叶去掉，只有让所有的根系全部的露出，才有可能再次的让其生根发芽，全部的捆绑好。这样的一捆，又足够种植出一片小的竹林了。再次的回到农庄，这里是自己生活用水经常会流到的地方，潮湿的土壤会将原本坚硬的根部逐渐的软化。先简单的搭建上一个便利于垂直摆放的横梁，接着再将所有的竹枝整齐的排列于潮湿的泥土之中，最后只需将泥土轻轻的覆盖。等到新的根系长出以后，熊哥就可将其重新的栽种了。而这也正是熊哥不断扩大竹林覆盖的唯一方式。随着新一天的来临，熊哥的农庄又再次的迎来了好消息。最先怀有身孕的雌性野猪已经在昨天夜里产下了幼崽。第一次做母亲的她很是谨慎，不过好在熊哥持续的喂养，早就培养出了感情，轻轻的抚摸，这样可以尽量的舒缓野猪妈妈的畏惧情绪。野猪幼崽虽然经过一夜的成长，已经可以完全的站立，但是第一次见到熊哥的他们还是会害怕的，全都拥挤在了猪圈的拐角，赶紧的来到第二只雌性野猪的圈前。熊哥知道它也即将要进行分娩了。最为雄壮的雌性野猪，虽然现在的气温很高，但是没有任何铺垫的猪圈中，这些刚刚出生的小家伙们还是会感觉到寒冷。其他的野猪全都被圈养在了猪圈外，只有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野猪妈妈的分娩。再次的前往丛林，熊哥要采集上一些干燥的芭蕉叶来为野猪幼崽取暖，并且很可能会在今晚就要分娩的第二只野猪也需要创造出一个好的生产环境。一个人的野外独居总是伴随着各种辛苦，毕竟这么大的农庄，所有的牲畜全都指望着自己一人照顾。不过作为男人来说，熊哥却从未有过半点的退缩。先将干燥的芭蕉叶各分一半，即将分娩的野猪妈妈自己就会打造出温暖的小窝。背上竹篓的再次出发，熊哥还需要继续的扮演好伺候月子的角色。已经生产的雌性野猪需要拥有充足的奶水，即将分娩的野猪也需要充足的体力来将幼崽生下。完全野生的木瓜，这是制作月子餐最为适合的材料。仅仅只是一棵树，熊哥就已采摘了满满的一箩筐。重新的回到农庄，营养丰富的猪食制作也要正式的开始。先将大铁锅烧上水，接着再把所有的木瓜切割成片。熊嫂在离开之前所购买来的鸡群已经成长了不少，刚刚孵化而出的小鸡仔还并不能和它们共同的进食。已经生下10天之久的4只小野猪，看上去也比之前大了许多。还有这些正值产蛋期的母鸡，看来熊哥的农庄在经过了这么久的经营，已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木瓜已经切碎，全部的倒入大锅之中，只有经过蒸煮，才能让它们的营养价值最大，并且这些已经成熟的木瓜种子也不会浪费。熊哥全都用于了鸡群的喂食。然而森林中的狂风暴雨总是会不期而至，不知道自己的木薯园又会不会因为此次的暴风雨而遭受到损失。野猪群已经全都跑到了原有的房屋中进行了躲避，放养的鸡群也是找到了可以藏身的位置。蒸煮的木瓜已经完全的软烂，添加上麦麸，在持续的搅拌下，等到其完全的粘稠，才可用于猪群的喂食。大雨终于是停了，所有的猪群也全都等待在了猪圈的门口，这是他们最为开心的时刻。被几十头野猪围绕着的熊哥，自然也是一种享受，毕竟这些可都是家庭生活的保障。当然，因抢食而发生的彼此之间的小摩擦，也是无可避免。熊哥精心的照顾，已经让每一头的野猪全都肥硕了不少，它们精力充沛。不过好在它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所以也并不会发生很是惨烈的战斗。而对于这些才刚刚融入猪群的幼崽来说，它们则是需要格外的注意，尽量的避开和成年的野猪共用一个食槽，才是能够生存下去的关键。8只刚刚出生的野猪幼崽也到了开饭的时间，野猪妈妈的奶水很是充足，它们已经吮吸的连尾巴都翘了起来。然而只要是有了一点的风吹草动，野猪妈妈就会立刻的站起，它会时刻的警戒着周边的环境。而这边即将分娩的野猪妈妈已经是将干燥的芭蕉叶打造出了舒适的小窝了，它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储存出充足的体力。所有的野猪都已喂完，剩下的较为浓稠的猪食，熊哥则是会单独的给2位妈妈开上小灶，满满的一大盆，这些已足够他挺过今晚。熊哥查看了一下双排扣的情况，里面的奶水已经足够的丰盈，看来今晚的农庄又将会迎来新一批幼崽的诞生了。轻轻的抚摸，细心的照顾，将会舒缓野猪妈妈即将分娩的紧张心情。而对于已经成为了妈妈的雌性野猪，
熊哥则是选择了最后才进行喂食，因为自己要格外的小心，毕竟拥有了幼崽的野猪还是会有十足的攻击性。然而就在熊哥准备将猪食倒入的时候，野猪妈妈却是显得异常的烦躁，她不停地发出低沉的吼声，幼崽们也被吓得连连后退。她依然在警戒着周围，就连猪食也只是简单的吃了2口，就再次的回到了幼崽的身边。熊哥选择了离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野猪妈妈感受到安全。然而即将在今夜进行分娩的雌性野猪又将会给熊哥的农庄带来多少只的新生幼崽呢？这是野猪产下幼崽的分娩现场，尽快的清理干净潮湿的胎衣，将会有利于小家伙的快速站立，尽情的吮吸着甘甜的乳汁。农庄又再次迎来了5只野猪幼崽的诞生。新一天的来临，农庄的天空才刚刚被黎明破晓，扎堆取暖的野猪群又安然的度过了一夜。现在又到了他们撒欢玩耍的时刻。全新一天的工作，熊哥依然需要继续的前往山林。经过一夜的等待后，第2头的雌性野猪并未迎来生产，看来它的预产期一定会是在今夜了。所以为了能够让这些新生的小家伙都能够拥有充足的口粮，熊哥还是要去采摘上足够多的木瓜来进行营养的补充。农庄的野猪群全都聚集在了门口，他们也在等待着美味食物的喂食，清澈的小眼神，大口的喘着粗气，这些全都是即将要分娩的特征。继续的朝着山林走去。现在的这个季节，野生的木瓜随处可见，热带雨林的气候让每一棵木瓜树都十足的高产，并且现在也已到了快要成熟的时候，所以每一个果实中都蕴藏了很是丰富的营养。再次的回到农庄，这些已足够野猪群美美的吃上一顿，依然还是精细的切割。虽然成熟的木瓜在我们看来是很美味的水果，但是在熊哥的眼中，它却只能被当作制作猪食的原料。大火的持续蒸煮30分钟的等待，才能让其彻底的成熟。来到猪圈旁，熊哥要将损坏的围栏进行重新的加固，这样便可以将这些不太老实的小家伙全部的隔离开来，如此才可以给即将分娩的野猪妈妈创造出相对安全以及安静的环境。来上一根玉米棒。一直是喘着粗气的雌性野猪并没有心情进食，这是它的第1次生产，它也会和人一样怀有忐忑甚至害怕的心情。双排扣重的奶水充足，熊哥轻轻的抚摸，来尽量的安抚和舒缓它的情绪。毕竟野猪幼崽能否成功的降生，都将关乎着农庄的未来，所以作为老父亲的熊哥自然也是十分的担心。已经降生了2天的8只野猪幼崽，看上去貌似强壮了许多，它们的妈妈正在吃着玉米棒，而另外1只此时也在忙着奶孩子。体型的差距让它第1次只生产下了4只，不过这一窝已经生长至成年的野猪群也将会是农庄更加重要的生产力。它们之中更多的依然还是雌性，继续的喂食上鸡群。现在的熊哥每天都要留出足够多的时间来照顾这些农庄中的牲畜。转眼时间已至，下午熬煮的猪食也已刚好的制作完成，猪群都在焦急的等待1天1顿的喂食。他们要在争抢中让自己吃得足够的饱。当然，这些体型较小的野猪幼崽不会主动的和其他猪群共同的进食，他们只会趁其他野猪不备的时候赶紧的吃上几口，毕竟自己还有妈妈的乳汁可以进行补充。刚刚生产完的野猪妈妈在经过2天的恢复后，已经可以正常的进食了。她不再像昨天一样警觉。而对于今晚要生产的雌性野猪，熊哥则是特意的准备了1份较稀的猪食，这样在可以补充营养与体力的同时，也能让其进食得更加轻松。成年的鸡群已经飞到了树上，这是夜晚即将降临的前兆。再次的采集来一些干燥的芭蕉叶，在将生产的区域覆盖得更柔软的同时，也能让野猪妈妈感受到更加的安全。这注定会是一个不眠之夜。熊哥会全程的陪伴着整个的分娩过程，要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野猪妈妈已经躺下，呼吸的急促表明了她即将要进行生产。熊哥用手自前向后的轻轻挤压，野猪的尾巴也已完全的翘起。看来第1只的野猪幼崽即将产下，野猪妈妈的肚子正在用力，持续的调整姿势。然而第1处分娩的疼痛还是让野猪妈妈疯狂的甩动着尾巴。第1只野猪幼崽的头已经出来，随着持续的用力，小家伙终于是顺利的降生。野猪妈妈也是在用嘴巴来将芭蕉叶抬起，这样可以让小家伙尽量的暖和一些。10几分钟后，第2只的野猪幼崽也已顺利的生出。野猪妈妈累坏了，熊哥也是赶紧的帮忙，他要尽快的将包裹在小家伙身体上的胎衣剥离，并迅速的让幼崽晾干，接着再让其寻找到可以吮吸乳汁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的让小家伙站立起来。野猪妈妈依然在调整着姿势，她需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又是20多分钟的等待，第3只的野猪幼崽也已顺利的降生。当然，作为十足尽责的接生婆，熊哥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每1只幼崽的顺利分娩，他都要做好了善后工作。就这样，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一共5只的野猪幼崽终于是全部的接生完毕。小家伙们在享受着鲜甜的乳汁，而熊哥也终于是可以休息了。
不过这前后一共17头的野猪幼崽，也将意味着自己以后的工作量必定要再次的加大。夜晚的农庄一切正常，猪群会在下半夜的时候才会相继的休息，鸡群也全都蹲坐在了高处，以防止遭遇到其他动物的袭击。明亮的灯光在这完全一片漆黑的环境中，它总是会让人感觉到温暖。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晶莹剔透的露水仿佛凝聚出了生命的气息。刚刚起床的熊哥一身清凉，悠闲地喂食上鸡群，它们所产下的鸡蛋已经持续地为农庄带来了很可观的收入。继续的喂食上猪群，现在农庄的野猪数量已经达到了空前。8只同一窝的小野猪已经开始想要探索周边的世界了。它们的行动快速而有力，可能再来上个10多天的时间，它们就能自由地离开这被圈养起来的猪圈了。当然，昨天晚上刚刚完成生产的野猪妈妈则要更好的喂食，它需要尽快的恢复体力。5只的野猪幼崽对于熊哥的到来还很陌生，它们全都害怕的躲到了一起，并且为了让野猪妈妈奶水更加的充足，这一餐熊哥也是特意的预留了足够多的木瓜。小家伙们该吃饭了，看着他们欢快的进食，熊哥的内心也是无比的开心。然而这一共17头的野猪幼崽，熊哥又是否会选择卖掉其中的一些？农庄再次的迎来野猪的销售，然而这49公斤的体重，你又是否能够猜到它的售价是多少呢？新一天的来临，农庄的早晨依然处处生机盎然，喂食上鸡群接近200只的数量，除了每天喂食的一顿，已近乎于全部的野生。小黑貌似是有什么发现，熊哥也听到了摩托车的轰鸣声，一位陌生的访客，他是来熊哥的农庄中收购野猪的。简单的闲聊，老哥也是从别人的口中了解到的，熊哥的农庄所在的崎岖的山路并不好前行。熊哥也是略表的待客之道，简单的喝上一杯清凉的山泉，在缓解口渴的同时，也能稍微的休息一下。拿上装载野猪的专用铁笼，老哥要在猪群中挑选自己最为中意的一头成年的野猪，已全部围绕在了身旁。经过了2、3代的繁殖，虽然它们的血统并非100%的纯正，但是优良的基因确实让这些家伙兼顾了2个品种的优点。老哥想要体型最大的这个杂交一代，熊哥也是顺带的推荐了黑底白花的另外一头。然而老哥好像并未看上它，可能还是觉得它的血统不够纯正吧。将铁笼放好，经过简单的商量后，老哥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不过此时这头野猪妈妈貌似是感觉到了什么，她总是不想让小黑靠近，可能在她的眼中，小黑属于猎食性的动物，她一直不让小黑距离猪群的幼崽们太近，甚至还对小黑进行了一路的追杀。即使小黑已经躲在了熊哥的身后，但是野猪妈妈却还是时刻想着要发起攻击。一只刚刚成年的小公猪已经产生了交配的欲望，看来又要有雌性的野猪将要加入到猪妈妈的行列。食槽中来上点玉米粉，只有在趁其不备的时候才更容易进行抓捕。10几分钟的周旋，小家伙已被完全的制服，它的体型刚好可以被装入到铁笼之中。而就在此时，其他的野猪群才貌似明白过来了什么，他们全都站在了旁边，默默地看着。这也应该可以算作是简单的送行吧。将小家伙抬到山坡，接下来就是销售价格的谈判了。熊哥讲述着自己平时的喂食，并且经过称重后，这头野猪也达到了49公斤，自己要价450万的越南盾。然而老哥却是皮笑肉不笑的，寻找出了各种压价的理由。无奈的熊哥最终还是让利了50万。那么你觉得400万越南盾的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呢？交易已经达成，尽量的捆扎结实，毕竟这崎岖的山路，想要安全的运送下山，却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收购的商人已经离开，但是农庄中琐碎的事情却还需要继续的忙碌。来到距离房屋不远处的山坡，熊哥还要进行柴火的搜集。这些已经完全干枯的树枝是之前售卖木材所遗留下来的，自己只需进行简单的整理，就可尽数的搜集完毕，捆扎上一大捆。这些已足够自己使用上的2、3天了。而对于旁边的这些大树而言，熊哥也是初步的进行了查看。这些树干已经到了可以售卖的时候了，它们足够的粗壮，如果将它们全部的卖出，这又将会为自己的农庄带来很是可观的经济效益。随着新一天的来临，今天的农庄中需要处理的事情并不多，熊哥也是迎来了久违的休息时光。来到之前牛棚旁边的竹林，这里的毛竹经过牛粪的加持，成长得很是粗壮。劈砍上一截，今天的自己要制作上一份正宗的竹筒烤鸡。砖头搭建的室外烤炉，这一小片的地方已经成了专用的烤制基地。将毛竹从竹节处切断，如此厚重的竹壁足以承受得住烈火持续烘烤。接着再将昨日采集到的柴火劈砍出刚好的长度，用纯实木燃烧后所产生的炭火进行烤制，味道才最是正宗。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熊哥抓来了一只老母鸡，简单的处理，金黄色的外皮单单只是看上去
就能想象得到它的美味。当然，想要烤制出色香味俱全的正宗烤鸡，那相关的调料也是必不可少。采挖上一些完全野生的姜黄，再来上一块去味增香的生姜，最后再加上可以释放出浓郁香气的香茅草。有了这3样的添加，烤制好的鸡肉想不好吃都难。制作正式的开始，先把姜黄捣碎，接着再将其均匀的涂抹在母鸡的周身，生姜与香茅草混合，只需来上点增加底味的盐，就即可彻底的将调味的部分完成全部的塞入到母鸡的肚中，接着再将屁股完全的缝合，只有这样才能让调料的味道完全的深入到鸡肉当中。然而等到一切忙完，已经腌制好的鸡却是因为太大而无法放入到事先准备好的竹筒之中，看来熊哥只能是另寻他法了。将铁锅拿出，用粗盐再将锅底完全的覆盖，为了让鸡肉依然会含有竹叶的清香，熊哥也是用竹片又额外的添加上了一层。最后只需将鸡和调料放入40分钟烈火的持续烘烤，就即可让其彻底的成熟。等待还需要时间，熊哥拿出了之前熏制所留下的猪肉，这就将是小黑今天的食物了。转眼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随着锅盖的掀开，浓郁的香气也是瞬间的扑鼻而来。然而如此的美味，熊哥却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准备的，他要将这一整只鸡用锡纸一点点的包裹起来，接着再套上塑料袋，自己要趁着天还没黑，将其尽快的送到家中，给老婆和孩子品尝。相信如此的心意必定会让熊嫂感动，所以今晚的熊哥将不会回到农庄，他要彻彻底底的享受这一整晚。